美价廉的 IKEA 是很多小资族在装潢时的首选，拥有高 CP 值外，还有非常多选项，但缺点是很容易撞款。于是开始有一群自称 IKEA Hackers 的网友发挥创意，把常见的单品进行改造，不仅能提高质感，有些还能赋予新功用。今天也让我们来当一回 IKEA Hacker 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这款松木收纳箱，相信是很多人都在 IKEA 买过的收纳品之一。以往的用法可能都是直接把东西放进去，接着放进某个角落，渐渐的有其他东西往上堆，最后那一箱东西就慢慢被遗忘了。这次我们要利用4个 IKEA 松木箱打造一个可移动的收纳柜。除了上护木漆以外，你还可以选择火烤的方式。火烤木头的动作会让木头表面碳化，不仅能够防蚁虫，还能产生防潮的效果。至于火烤的纹路深浅程度，就依个人喜好去控制啦。记得里外都要烤过，并且在空旷的室外进行比较安全。火烤过后的4个松木箱长这样，看起来是不是焕然一新了？接下来我们还要利用砂纸将烧焦的地方磨掉。你看，打磨过后的木头纹理变得柔和许多，更温润了。收纳箱处理完毕后，接下来就是组装了。4个松木箱可以有很多种组合方式，可以先试着摆放看看，确定好想要的样式后，就可以开始进行固定了。先用木工胶水将2个松木箱分别粘好，再组合固定起来。如果有木工夹的辅助的话，效果会更好哦。粘好后，我们在背面用连接5金辅助固定，让4个松木箱可以组合得更加稳固。为了方便移动，我们最后再加装4个轮子。建议买这种旋转式轮子，在使用上会更加方便。也可以选这种可固定式的，定位后就不容易位移跑动咯。制作好的收纳柜既保留了原有的简约感，更因为碳化处理而多了一丝不一样的韵味。收纳格很大，可以摆入不同东西。松木箱上我们摆了相框装饰，上层则可以摆放书籍和咖啡用品，底下的位置则摆放酒类等瓶罐，也能放上植栽点缀。因为装了轮子，要更改摆设位置时也很方便。摆在角落一看，是不是很有特色咖啡厅的感觉呢？想自己 DIY 收纳柜的人，不妨跟着试试看哦。IKEA 的相框有很多种款式跟尺寸，也很常被拿来当做 DIY 的道具。今天我们要做3种不一样的改造，一起看看吧。第一种是之前教过的耳式收纳，制作方法很简单，准备好相框、软木片以及一片喜欢的布料，就可以开始了。将相框的亚克力板拿掉，先放入布。记得布的尺寸要比相框大个2公分，拉起来才会漂亮。放进软木片后，盖上背盖，一个耳饰架就完成了。把耳环钉在上面，不仅好收纳，也是一个很美的装饰品。第二种，我们利用相框搭配镜子来设置一面艺术墙。逛 IKEA 的时候，最常看到展示区里大大小小的相框相互搭配，拼凑成一面很漂亮的艺术墙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想来尝试一下。IKEA 有卖与相框一样大的镜子，属于配件的一种。事先设想好需要的大小与数量，采买的时候就很方便。组装的方式很简单，只要把镜子放进去，替代背面纸板就好了。除了镜子之外，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不一样的图纸，用 3M 的画框无痕胶来固定上墙，一面艺术墙就完成啦。不仅能帮居家增加一点不同的端景，出门时还可以整理仪容，非常方便哦。最后一个是小编在逛 IKEA 采买时意外闪过的 idea。在展示区的空间里，小编看到了这个波西米亚风的造型镜子。后来在采买的时候，意外看见了这个大型的装饰品，于是小编一样在 IKEA 找到了一个大小相近的圆形镜子，抱着尝试的心情买回家，尝试了一下，发现真的可以塞进去。除了可以当成镜子使用外，挂在墙上也是很美的装饰。但是这个挂饰比较硬，挑选时建议购买比较圆一点的，避免镜子塞不进去。
而且这件商品并不是每间分店都有贩售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到官网上寻找哪些分店有货，避免白跑一趟。接下来这样物品，我们在干燥花布置的影片中使用过，上次是作为展示层板使用，摆上一些小物品装饰，很好看。这次我们把它换个方向转过来，打算直接上墙固定，当做一日衣柜使用。但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个步骤要先完成。我们在 IKEA 购入了门钮，打算把它当作挂钩使用。因为需要挂的衣服不多，丈量后刚好符合层板原本的开孔，所以直接利用门钮附的螺丝，将门钮固定在壁架上方就可以了。这次选择的是金色的门钮，搭配黑色壁架，营造出一点点低调奢华的感觉。安装好之后，看起来很不错吧？将壁架利用免钉胶固定上墙，一日衣柜就完成了。不管是挂帽子或是出门穿的外套都很方便。如果有防尘的需求，也可以尝试在层板内加上布帘。加上布帘后的感觉又不一样，但可能就要改成钉墙的方式才能承重。大家可以依照喜好跟需求自行决定做法哦。在众多 IKEA Hacks 的范例中，有不少人将置物篮拿来改造成不同物品。今天我们选择了这款海草置物篮。方形设计简约又好看，在上头加上木板就可以当成小茶几了。木板可以到木材行采一块，价格很便宜，才150元。因为是当茶几做使用，难免会有碰到水的情况发生，所以我们先上一层护木漆，让它可以达到保护作用。在改造的同时，我们希望保持它原有的收纳功能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开合叶铰链来进行改造。将一边固定在置物篮上，另一边则锁在木板上。本以为这样就大功告成，结果刚尝试开盖就直接分离了。原来是因为置物篮的孔洞太大，导致撑不住，所以我们决定换了个方式，直接改用麻绳把铰链跟置物篮绑在一起，总算完成啦。这样一来，除了充当茶几外，掀开木板还可以收纳物品。简单的一个小动作，就帮置物篮添加了新功能。放在沙发旁，就是一个简单的小零食柜加茶几，很方便哦。IKEA 这款板凳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的品项，便宜又好用 ，CP 值算蛮高的。但若是需要久坐，还是希望可以有个柔软的椅垫。如果家里有这种已经被抓破的椅垫，就可以拿来重复利用。材料只需要椅垫海绵跟一片喜欢的布料。我们现有的是白色板凳，看起来蛮舒服的，就不多改造了。但如果你不喜欢椅脚颜色，可以先喷漆进行改色。把椅垫拆开后，将板凳直接倒过来放在海绵垫上，依照椅垫的尺寸画上记号。接下来利用剪刀开始裁剪，记得尺寸都要裁得比椅垫更大，做起来才会舒服。裁好后，用针线先把布跟椅垫缝在一起。最后利用热熔胶把完成的椅垫跟板凳粘合在一起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张独一无二的椅凳了。不仅好看，坐起来也更加舒服。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跟着动手做哦。今天改造了5种 IKEA 商品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心动想跟着做的呢？或是你还有其他改造的好点子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